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家里邋遢的，除了懒以外，都是家里的这些事堆积造成的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如果看到身边有人特别邋遢，可能立马觉得这人挺懒的，或者觉得这家人都挺懒的，家里乱糟糟的，但细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除了懒，家里杂事堆积也是导致邋遢的一大原因。这些事成了邋遢家庭的普遍问题。一、堆积如山的衣服。勤快的人，家里衣物虽多，但他们总能巧妙收纳，让家里显得格外整洁有序。而那些比较邋遢的家庭，衣服简直成了家里的重灾区，衣柜塞得满满当当，却还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。他们总是等到衣服堆成小山，才愿意往洗衣机里扔，洗完之后又一股脑晾在晾衣架上。等到衣架上的衣服都被穿完了，他们才会再次启动洗衣机。家里的脏衣服，他们从不会主动收拾，沙发上、床上、衣柜里、阳台上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一片，让人一看就觉得心里不舒服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他们却毫不在意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，家不都这样，反正我又懒，也不想收拾，又没有外人来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但其实对于衣服，我们真的要学会克制购买欲，该扔的就要果断扔，这样才能避免家里衣服堆积如山。二、儿童相关。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家里邋遢是因为自己懒惰，也不觉得是因为家里的收纳空间不够，他们总是找一个特别的理由，家里有孩子。有些女生在结婚前非常干净，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，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，特别是家里容不得半点杂乱。但结了婚，有了孩子后，情况就变了。他们会说，只要家里有孩子，不管装修得多有格调，最后都会变成凌乱风。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孩子身上，说孩子太调皮了，每天带孩子累得要命，根本没有心思，也不想再去收拾家了。而且就算偶尔收拾一下，也用不了一会儿，就会被孩子再次弄乱。一开始还能忍，收拾个一两次，但时间一长，真的就受不了了，干脆就不收拾了，任由家里邋遢下去，反正也没什么外人来。就这样，一天不收拾，两天不收拾，时间一长，家里就越来越乱了。脏衣服、玩具、儿童用品，这些东西越积越多。其实带娃虽然累，但只要每天抽点时间稍微收拾一下，家里就不会变得这么邋遢了。三、离不开手机。对于一个刚迎来新生命的三口之家，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平平，双方父母又没法搭把手帮忙带孩子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都是妈妈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宝宝，爸爸则外出工作赚钱养家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。不过，对于那些在原生家庭中被宠着长大的女生来说，虽然成为妈妈让她们非常开心，但带娃的辛苦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时间一长，她们可能就不太乐意带娃了，更喜欢拿起手机，通过浏览各种精彩内容来消磨时间。这时候家里再乱，她们也懒得收拾，宁愿花上一两个小时刷手机，也不愿抽5分钟整理一下家务。只要老公一回家，她们就赶紧把孩子塞给老公，自己跑到房间里继续刷手机，等着老公做好饭喊自己出来吃。他们才不会想着老公上班有多辛苦，更不会主动做饭等老公回来一起吃。你要是这时候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准会生气，还会反驳说，我都给你家生孩子了，天天在家带娃，你看我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看会儿手机都不行，你还想怎样？这样的家庭，家里只会越来越乱，生活越过越没盼头，
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越来越淡，这还真是不少中国家庭的现状呢。4. 吃完饭不收拾碗筷。洗碗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青睐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很多人都不喜欢洗碗，也不喜欢整理饭后杂乱的厨房和餐厅。每当吃完饭，大家往往就直接往沙发上一靠，开始刷手机，餐桌上的碗筷就这么晾着，没人愿意去动一下。厨房里也是，碗碟越堆越多，看着就让人头疼。如果家里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心态，谁也不愿意主动洗碗，都希望对方去做这些家务，那么家里只会变得越来越乱，环境越来越差，更别提因为洗碗这事儿引发的争吵了。每次都为了决定谁去洗碗而闹得不可开交，有的家庭或许还能互相让步，但更多的时候，这种争吵只会让家里整天都充满火药味，不得安宁。所以洗碗机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器，让家庭生活更加和谐美好。5. 控制不了自己的购物欲。东西太多，确实是家里变得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，夫妻两人的购物欲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就拿我们女生的衣服来说，明明衣柜里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，有的甚至买回来后1年都没穿过一次，却还总觉得没衣服穿。这样一来，家里的衣服就越积越多，就像小山，还有化妆品、口红、眼影、水乳、隔离霜，这些基本上都是成套成套的往家里搬。其实平时用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买的速度，但一看到喜欢的就忍不住下单购买。时间一长，梳妆台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，家里也就变得越来越乱了。家里的空间就那么大，一直往家里添东西，又不愿意收拾，也做不到断舍离，就会越来越乱。6. 鞋子乱摆放。大多数凌乱的家，在玄关区域就开始乱了。其实鞋子本该待在鞋柜里，随手一放就能搞定，可偏偏这些鞋子不安分的东一只西一只，散落的哪儿都是。其实玄关是家里的门面，一进门就能看见，不仅直接反映家里的整洁状况，还能隐约透露出主人的日常习惯。所以想要家里看起来干干净净，首先就得把玄关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否则的话，玄关一旦变成了杂物的天下，每次进门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7. 过度囤货。过度囤积物品，就是在给自己的生活添堵，制造焦虑。现在买东西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动动手指就能送到家，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过度囤货，好像要把整个超市都搬回家一样。就拿日常用品来说吧，表面上看，大量囤货似乎能省钱，精打细算，但实际上这反而让人更焦虑，因为很多东西还没用完，就已经过期了。再说说收纳问题，大量囤货对家里空间来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堆得满满当当，看着就心烦意乱，更别提找东西了，需要的时候需要在杂物堆里翻找半天，结果还找不到，让人无奈又烦躁。所以真正的生活智慧是，根据实际需要购买物品，别盲目囤货，给家里留点空间，别被杂物填满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更轻松自在。8. 虚假的断舍离。真正的断舍离，说到底就是要懂得放下，把那些多余的物件、过去的执念和负担通通抛开，别只是把它看成一场看起来热热闹闹，实则没触及内心、没实际效果的表面功夫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家里难免会堆积些杂物，还有些闲置物品，如果这些东西不及时处理，那就成了沉重的负担，让日子过得更累赘。就拿衣柜里的衣服来说，虽然每件看起来都有留下的理由，但实际上很多衣服穿了一次就再也没碰过。
留在衣柜里也只是占地方。所以，除了那些有意义或者确实有用的物品，其他的闲置东西真的没必要留着了，别再纠结了。9. 旧物不等于实用。旧物存在的意义，往往就是从原本的一件看似无用的垃圾，经过一番周折后，又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垃圾。但说实话，旧物改造这事儿，有时候更像是给旧物换了个地方继续沉睡，看似给他们找了新用途，赋予了新价值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情况只是一种变相囤积。因为很多时候，那些改造过的旧物，最终还是会默默躺在家里某个角落，很少被问津，没能真正发挥出新用途的价值。就拿废弃的奶茶杯来说，确实能动手改造成漱口杯或牙刷架，挺方便的，但这样的改造品也就出差、旅行时能应急用用，放家里就成了摆设。还有，把买草莓送的筐子改造成收纳筐，表面上看既实用又美观，可为了这次改造，得准备热熔胶枪、麻绳、布等材料，加起来也要花费不少钱。想想看，用这多花的钱直接买个收纳筐，说不定更好用。既然这样，何必费那个劲自己动手呢？生活中偶尔来点小改造，确实能给平淡的日子添点乐趣。但别忘了，改造旧物的初衷是为了让生活更便利、更美好，应该实实在在服务于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仅仅成为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。10. 柜子不等于收纳。家里乱不乱和柜子的数量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。很多人总觉得家里乱糟糟的，是因为收纳空间不够用，但实际上收纳规划没做好，柜子再多也是白费，家里照样会显得凌乱。就比如说，那种为了展示而设计的开放式储物柜，要是审美不行或者规划不合理，最后很可能就变成了杂物堆。还有那种大衣柜，看起来收纳能力超强，好像什么都能装，但实际上衣服在里面堆得乱七八糟，想找件衣服得费老半天劲。所以想让家里更整洁有序，提高收纳效率，我们要少安排点开放式的柜子，多给衣柜规划点挂衣区和抽屉区，这样找东西也方便多了。11. 家里有个大懒人。家务活不是单靠一个人就能搞定的，如果家里有个爱偷懒的，那家里怕是永远也整洁不起来。我们常说，自律的人身上都有股特别的魅力，能不动声色地带动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跟着积极起来。其实家里如果有个特别懒的，那也一样能影响到大家。就比如说，你费了好大力气，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，结果你老公一回来，鞋子也不换，衣服直接往沙发上一扔。就算你心甘情愿地在后头不停地收拾，但时间一长，心里就开始有怨气了。这种怨气一旦积攒起来，就像传染病，慢慢就会影响到全家人，到最后可能全家人都变得懒散起来，一起混日子。所以要想家里干净利索，全家上下都得一块努力，这样既能让每个人都有参与感，又能让大家的感情更亲近。家里反复乱，别急着买收纳工具，先问问自己这3个问题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身边不少朋友都在为收纳头疼，学了一大堆收纳方法，买了各种收纳神器，可家里还是乱得不行。其实收纳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工具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深入思考了生活，是否真正了解自己。那些收纳技巧和工具终究只是辅助手段，要彻底解决收纳难题，我们要先搞清楚这3个关键问题。1. 收纳工具的陷阱。许多朋友一遇到收纳难题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买，收纳盒、分隔架、挂钩，各种各样的收纳工具买了一大堆，总以为只要用上这些工具，家里就能马上变得井井有条。
但实际情况往往是，这些工具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家里还是杂乱无章，有时甚至比以前更乱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我刚接触整理收纳时，也痴迷于各种工具，总觉得家里乱是因为收纳盒子不够用，东西才没地方放。于是我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，衣橱里的衣架就多达4种。但随着整理的深入，我渐渐发现自己真的是有点本末倒置了。现在我的衣橱里只剩下2种衣架，一种是植绒衣架，另一种是挂裤子的鹅形裤架。其实收纳工具只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，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。如果我们在收纳之前没有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、物品的使用频率以及真正的需求，那么再好的工具也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这就像在没有规划好路线的情况下，即使再好的导航仪也找不到目的地一样。2. 收纳的本质，了解自己。收纳这件事，说到底，还要从了解自己入手。只有真正明白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需求，才能找到最契合的收纳方法。先想一想我们手头的物品，它们都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一时冲动就买了，结果根本没用上？就像那些堆在角落的化妆品，还有那些没拆封的小家电，占地不说，还没什么实际用途。所以购物前，我们要先好好想想，这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？再看看，这些东西我们平时都用得上吗？是每天用，还是1年才用一次？对于那些很少用的东西，我们要好好想想，是否还值得留着。比如过年才用的装饰品，完全可以找个专门的收纳盒收起来，别让它们占着日常的收纳空间。还有些东西虽然不常用，但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凡，比如长辈送的礼物，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，这些可以单独放在一个回忆盒里，这样既能留住那份情感，又不会让它们在日常收纳中添乱。还有我们的日常习惯，你是喜欢早起就收拾的人，还是晚上才动手？你是喜欢把东西放在固定位置，还是随手一放？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收纳方式。比如，如果你习惯早上出门前找东西，那把常用物品放在门口的收纳架上，就方便多了。最后，我们还要找找收纳中的痛点，是不是经常找不到东西？还是东西太多放不下？是厨房的调料瓶摆得乱七八糟，还是衣柜里的衣服堆成了山？找到这些痛点，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。3. 如何通过了解自己来优化收纳？ 1. 从物品入手，断舍离，只留下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整理收纳的第一步不是买工具，而是断舍离，把那些你不再需要、不再喜欢，甚至从未用过的东西清理出去。当你把物品数量减少到最合理的状态时，收纳自然会变得简单。分类整理，让每样东西都有家，把物品按照类别分好，比如厨房用品、清洁用品、衣物、书籍等。然后根据使用频率和重要性，决定它们的收纳位置。比如，厨房里常用的调料可以放在灶台附近，不常用的调料可以放在柜子里。2. 从空间入手，优化空间布局，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和物品的使用频率，重新规划家里的空间。比如把玄关打造成一个出门区，放上挂钩、鞋柜和收纳架，方便你出门时拿取东西。把卧室的衣柜分成常穿区和季节区，让衣服的管理更高效。灵活使用收纳工具，当你真正了解了自己的需求后，再选择合适的收纳工具。比如对于小物件，可以用透明收纳盒；对于悬挂物品，可以用挂钩；对于叠放物品，可以用分隔架。这些工具的使用，是为了让收纳更方便，而不是为了堆砌。4. 收纳的最终目标，让生活更美好。
收纳的真正意义，不在于打造一个外人看来无可挑剔的完美的家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轻松自在，更加舒适惬意。当我们动手整理收纳，把那些不再需要的物品一一清理出局，精心规划空间的每一寸，让家中的每一样物品都能找到属于它自己的位置时，你会发现家不仅变得井井有条，你的心情也会随之变得轻松起来。收纳其实更像是一场自我发现的旅程。当我们慢慢深入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明确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收纳就不再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，而变成了一种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方式。其实，家务整理最难的地方，不在于动手去做，而在于我们能否做好规划，能否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。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并且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才能让家务从让人头疼的累赘，变成提升生活质量的帮手。当然，这并不容易，但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加油向前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